法华经有云：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众生心中的大慈大悲者，他不仅能听闻世间的苦难，更能化身万千，施以援手。他的每一只手都伸向受苦的人，他的每一只眼都在注视世间疾苦。然而他为何愿意舍身碎体，化作千手千眼，只为救度众生？这一切要从他前世妙善公主的故事说起。很久以前，有个国家的国王得了一位女儿，名叫妙善。她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不爱锦衣玉食，也不喜欢宫廷里的热闹生活，反而最喜欢听佛法，帮助穷苦百姓。他常常偷偷跑出皇宫，把自己的食物分给饥饿的孩子，还安慰生病的老人。国王是个威严的人，他希望妙善能像其他公主一样嫁给权贵，巩固王位。但妙善却坚定地告诉父王，人生苦短，荣华富贵不能带走，只有慈悲和善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修行佛法，救助世人。国王听了大怒，认为他丢了皇家脸面。他命令大臣们软硬兼施劝说他，可妙善心意已决，谁也无法改变他的想法。最终，愤怒的国王下令将他赶出皇宫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妙善没有怨恨，他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修行之路。他独自来到深山，住进破旧的寺庙，每天诵经打坐修行，即使风吹雨打，寒冬酷暑，他都不曾后悔。他的愿望只有一个，希望所有受苦的人都能得到解脱，再也不被痛苦折磨。妙善独自住在深山里，白天在寺庙里打扫挑水诵经，晚上在菩提树下打坐修行。他吃的是野果，喝的是山泉，衣服破了自己缝补。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他的心却宁静而坚定。然而真正的修行并不只是苦练，还要经历种种考验。一天夜里，狂风呼啸，大雨瓢泼，山里忽然传来野兽的咆哮声。寺庙年久失修，门窗都快被风吹倒了。妙善听到庙外有狼嚎声，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，似乎随时要扑进来。他没有害怕，只是静静地合掌念诵佛经。过了一会儿，狼竟然停在门口，慢慢趴了下来，像是被他的慈悲感化，再也没有伤害他。几个月后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走进寺庙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姑娘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求你给我一点食物吧。”妙善二话不说，把仅剩的半个馒头递给了他。老人吃完后，忽然变成了一道金光，原来他是天上的神仙，专门来考验他的善心。神仙点头微笑说：“你的心地如此善良，将来必定能救度众生，但前方还有更艰难的考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妙善没有犹豫，坚定地说：“只要能帮助世人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神仙满意的点点头，随风消失了。妙善知道自己的修行才刚刚开始，未来的路一定更加艰难，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多年后，妙善的修行日渐精深，但他知道仅仅自己修行是不够的，他要真正走入人群，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。一天，他下山化缘，走进了一个村庄，刚到村口，就听见四处传来哭喊声。他走近一看，发现村子里瘟疫肆虐，许多人高烧不退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家家户户都有人病倒，活着的人也筋疲力尽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妙善心生大悲，跪地祈愿：愿我能为众生承担苦难，只要他们能脱离痛苦，我愿舍弃一切。他想起大悲咒中所说：愿我慈悲心，普度一切苦厄。于是他开始挨家挨户探望病人，用山上采来的草药煎汤喂给虚弱的人喝，还日夜不停地诵经祈福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梦见一位白衣老人对他说：妙善，众生的苦难太多，仅凭你一己之力无法拯救所有人，若你愿献出自己的身心，便能拥有无数双手，帮助天下受苦之人。妙善惊醒后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痛苦，有人因贫穷挨饿，有人因疾病呻吟，有人因战乱家破人亡。他终于明白，单靠双手双眼
他无法救助所有人，于是他在菩提树下许下宏愿：若我能化身千手千眼，救度世间所有痛苦的人，愿我身碎千片也在所不惜。这一天，天空忽然出现祥光，整个村庄的病人都奇迹般的康复了。村民们纷纷跪拜，感谢妙善的慈悲，而妙善只是微微一笑。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妙善在村庄救治病人后，继续行走世间，帮助受苦的人。但他不知道，自己的父王，曾经赶他出宫的国王，此时却正遭受一场可怕的病痛折磨。国王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全身剧痛，双眼失明，御医们束手无策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他曾做过许多残暴的事，如今遭到了报应。大臣们四处求医，最后有一位高僧告诉国王，想要治好病，必须有人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双眼和双手做药引，而这人必须是至孝至善、毫无怨恨之人，否则药无效。国王一听，顿时绝望。他回想自己一生得罪了无数人，又怎会有人愿意舍身救他？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妙善听到了消息，毫不犹豫地赶回王宫。宫中众人见到妙善都惊讶不已，没想到当年被赶走的公主居然愿意回来。国王躺在床上，听到妙善的声音，悔恨的泪流满面。我曾经对你那么狠心，你为何还要救我？妙善温柔地笑了笑，说：父王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。佛经有云，以大悲心拔众生苦。如果我能用自己的身体换回您的健康，那就是我的福报。说完，他跪在佛前，许下最后的愿望：愿我现出双眼，让世人能看清光明；愿我现出双手，让天下人都能得救。刹那间，天地震动，金光四起。妙善轻轻闭上眼睛，弯下双目，断去双手。国王服下他的血肉后，奇迹般的康复了，但妙善的身体却慢慢化作光点，消散在空中。众人悲痛万分。忽然天空传来梵音，佛祖的声音在云层中响起：妙善大悲，功德无量，今封汝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化身万千，救苦救难，护佑世人。霎时间，金光凝聚，妙善的身影重新显现。但这一次，他不再是普通的凡人，而是拥有千手千眼的菩萨。从此，他以千手援助受难者，以千眼关照世间疾苦，永远守护人间。当妙善化作千手千眼观音时，天地间响起庄严的梵音，佛光普照大地。他的千只手掌中各持着不同的法器，象征着帮助众生脱离各种苦难。他的千只眼睛可以关照世间的一切疾苦，无论是谁在何处遭遇不幸，他都能第一时间察觉并施以援手。这时，国王终于明白了妙善的伟大，他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：女儿啊，我错了，我当年不该逼你远离皇宫，不该嘲笑你的慈悲心。妙善微笑道：父王，一切都已过去，我并没有怨恨你，只愿天下再无人受苦。他轻轻抬手，一道金光落在国王身上，使他彻底摆脱了业障，也让他的心变得柔和而谦卑。从此，国王改过自新，广施善政，不再发动战争，不再剥削百姓，国家渐渐变得富庶和平。从此以后，千手千眼观音不再局限于一处，而是化身千千万万，遍布世间。有一位老母亲在风雪中迷路，忽然看到一位白衣女子微笑着指引她回家。有个渔夫落入风暴，被大浪吞噬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船忽然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托起，安然无恙。有个穷苦孩子病重无药可治，半夜梦见一位慈祥的女子送来仙草，醒来后竟然痊愈。世人开始敬仰这位无处不在无时不现的菩萨，称他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相信只要虔诚祈祷，他就一定会听见并伸出援手。千手千眼观音的故事流传千古，启发无数人行善积德。他的精神告诉世人，真正的慈悲不是言语，而是行动；不是怜悯，而是愿意付出，甚至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人。正如心经所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他的千只手永远在帮助众生，他的千只眼
永远在注视世界的苦难，他从未离开，一直都在。千手千眼观音的故事传遍世间，许多人在绝望时呼唤他的名字，奇迹般的得到庇佑，但他并不期待感恩或回报，他的慈悲早已超越个人恩怨和自我得失。有一天，一名年轻人来到一座古老的庙宇，点燃香火，对着观音像低声诉说自己的苦恼：菩萨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却始终生活艰难，命运为何如此不公？话音刚落，一位白衣女子缓缓出现在他面前，眼神柔和。她指了指庙前的一棵古树，说：你可知这棵树曾经历过多少风雨？如果它因为痛苦而放弃生长，它还会如此高大吗？年轻人沉默了。观音继续说道：世间的苦难无法避免，但只要心存善念，坚持不懈，就能在风雨之后见到光明。说完，他化作一缕金光消失，庙宇内的观音像仿佛微微一笑。慈悲不只是给予，而是指引。人们逐渐明白，观音的慈悲不只是简单的帮助，而是引导他们去面对生活的考验，去发现自身的力量。千手千眼观音的形象不仅存在于庙宇佛像，更活在人们的心中。每当有人伸出援手，每当有人用同理心去理解他人，每当有人愿意牺牲小我，成就大爱，那一刻，他们就是观音。正如《法华经》所言：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他无处不在，也无时不在，因为只要世间仍有苦难，他就永远不会停止慈悲救度。